朋友們，你们有過跨城通勤和返鄉的经歷嗎？今天呢，我準備駕駛着小鵬 G7增程版來一場跨城的通勤。那現在跟我一起出發吧。這一次呢，我們將會從廣州出發，途經惠州，最後呢抵達深圳，全長呢有300多公里。小鵬 G7增程版呢，它的一個純電續航是430公里，綜合續航呢是達到了1704公里。所以呢，我也想看一下，就是光它的纯電續航能不能夠覆蓋這一次的跨城通勤。那最後咱們期待一下它的一個能耗到底怎麼樣吧。看到沒？占道車輛啊，然後居中行駛，记得了避讓，避讓成功呢，回歸正常的車道上。我现在有车輛在施工，然後对向車道又有車，那剛剛稍微對吧，猶豫了一下，但沒有影響它這個正常還是在行駛嘛。他現在在猶豫啊，因為前方這個是單車道的情況下，前方這個車速過慢，即將右轉。還是沒有超選擇。前方車輛停了，沒有反應啊，就是沒有遲疑。即將左轉，請注意安全。在這一塊我是稍微帶了點兒這個加速踏板的共駕的模式。我們整一段路都是使用的輔助駕駛在跑的，其實在高速上的表現毋庸置疑啊。我重點想聊的就是我們在出發的時候，在廣州的市區遇到了早高峰那一段的一個表現，它的一個感知和決策都是非常敏感的。我覺得印象給我很深的就是，特別是面對那種突然變道或者說臨時加塞的那種車輛的時候，對它表現的都是非常的從容的，並沒有很慌張的那種感覺。而且它現在不是那個輔助駕駛是可以進行那個人機共駕的嗎？在面對突發情況的時候，對吧？你人比如說去人為的踩了這個剎車，它就會實現人機共駕的一個狀態，它不會退出這個輔助駕駛。我覺得這一點上呢，是讓我能夠非常的就是安穩的。還有就是它這一次小鵬的新一代的智能架構呢，也可以發現它在面對那種複雜的路況下的時候，對它的一個能力會進一步的提升。所以就算在城市道路啊，就是那種擁堵的路段的時候，開啟輔助駕駛也是能夠減輕這個駕駛疲勞感的。這一次智能座艙方面也是給到我不小的驚喜。如果說你提前錄入了 Face ID 的話，像你上車的時候，它就會根據你平時的這個坐姿給你調好。今天是多雲天氣，適合出行，正好適合現在這樣的好時光。出發前先放鬆一下吧，我們把主駕座椅按摩打開，再調成你喜歡的紅色氛圍燈，陪着你舒緩一下身體。就這樣的一些問候語給到你，然後包括說你的座艙的一個溫度，你日常的這個適宜的溫度也會幫你調好。還有就是它也會根據你日常的一個聽歌的一個習慣嘛，來進行當日的這個歌曲的一些喜好的一些匹配。我覺得這個就像你之前對於這種座艙方面，可能就是一問一答，就是那種被動的回答的這個服務，現在是變成了主動的一個服務。就像你日常，比如說時常一個人需要通勤上下班，或者說跨城的這種長途的這種駕駛的話，就感覺你的副駕做了一個好朋友啊，就時刻給到你這個情緒價值，我覺得這一塊是非常好的。然後現在咱們是在這個廣惠高速上面啊，然後來看一下它的一個純電續航，現在還有303公里。其實在這種高速巡航上面，對於電耗的一個考驗，個人覺得是還蠻有挑戰性的。那最後我們再聊一下這個小鵬 G7增程版開起來的一個感受吧。在底盤質感這一方面也是有給到我驚喜的，比如它這一次的這個前雙叉臂後5連桿的懸架結構，以及 DCC 的可變阻尼減震器，就這些硬件的一個加持呢，就能夠使得這輛車的一個駕駛質感是非常穩重的，然後就感覺特別的踏實。在面對細小顛簸的時候呢，它能夠很好的進行過濾，沒有多餘的一個彈跳，整體質感還是很不錯的。
除了智能座舱那一塊交互之外呢，我覺得還有一個驚喜，它的 LHUD 嘛，因為我之前體驗過的時候就已經誇過了，我覺得非常的清晰，很好用，指向非常的精準。所以說，你看，加上中控這一塊導航，加上你前方的 LHUD， 你整個的沉浸感，我覺得是非常強的，然後也特別的清晰。朋友們，開了4個多小時的車，終於到深圳了，來，趕緊給朋友們看一下這個能耗表現。在電量還是10%的時候，增程器就已經介入了，但是介入的時候是沒有聽不到什麼聲音的，還是很安靜的。總共行駛了357公里。電耗呢是在12度，然後油耗呢是2.4升，這個表現是不是非常的不錯？而且沒有告訴給你們的就是我們全程空調開着的，而且車上是坐了5位成年人，後備箱是塞滿了的，這個表現夠驚喜吧？能耗低是關鍵啊，但是舒適性同樣重要。作為家用的 SUV， 2排我們一定要來看一下。首先就是它在這一塊給你加了一個小桌板的，像是你辦個公啊，或者說中午的話在後排吃個簡餐，這一塊呢可以放下平板去追劇。扶手箱拉下來，這裡是帶有一個50瓦的無線充電的，還帶風冷的。前方呢是8英寸的後排的屏幕，可以追劇，包括说聽歌啊那些，就是 APP 應用還是蠻多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全程都是在開車嘛，後排的同事們睡覺的睡覺，辦公的辦公，還是挺愜意的。這一次小鵬 G7 增程版呢，它的一個外觀的變化，首先呢是新增了一個叫做新木紫的新色，也是為了更好的去迎合現在的一些年輕的消費群體啊。那這一次外觀顏色一共是有5種。那輪毂方面的話呢，首先是從之前的18英寸升級到了19英寸的運動輪毂，然後20英寸的運動輪毂呢還是可以選配的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外觀就沒有什麼其他的變化了。經過了300公里跨越3城的長途的試駕體驗，我個人覺得小鵬 G7 增程版給我留下了3個特別的印象。首先第一個就是它的超長續航，你看接近400公里的純電續航，短途用電，長途呢也沒有擔憂。我覺得這個超長續航真的是足夠你就是帶着全家一起出行了。那第二個就是它的全維的智能，不管是這個能讓我減輕疲勞感的輔助駕駛，還是說它的這個智能座艙更加的貼心之外呢，我覺得情緒價值給的是非常夠的。最後一個就是它標配的舒適性的一些配置，不管是2排的小桌板啊、無線充電啊，還是說前方的小屏幕啊，以及说這輛車的一個音響系統，我覺得都是非常值得。就算是低配的版本，也能夠讓你享受到旗艦的一些智能配置。所以朋友們，這輛小鵬 G7 增程版給你們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呢？評論區告訴我吧。